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节目请来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涂磊老师，欢迎。了解一下这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我跟他在一起2年了，我没有一点不良的爱好，就是一心一意的喜欢他，但他一点也不懂我。他现在的内心越来越不阳光，总跟一个小怨妇一样，而且总爱没事找事儿。他比那些小女生的心眼都小。我们俩肯定各自都有问题，我就是太宠他了，所以他可以开始不在乎我的感受。我发一点小脾气，他就开始跟我鸡蛋里挑骨头。我也努力维护过这段感情，但我真的跟他合不来了。他永远都不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我不想每天的时间都用在跟他吵架上。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张，22岁，来自河北销售；女嘉宾小李，22岁，来自河北个体。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心眼儿小是吧？对。惯坏了对吧？是。过去是同学是吧？对。是同班吗？不是同班。怎么从这个同学变成了恋人的呀？是这样的，主持人，她跟她男朋友闹分手啊，然后我就开始追求她，因为长得也挺漂亮的，然后也是我理想型的女友啊，然后追她的时候挺用心的吧，然后跟她表白，她就同意了，我俩就好了。那她那时候跟男朋友分手没分手啊？分了以后我追的她。哦，你早就惦记这姑娘了是吧？无奈旁边有个男朋友，后来他们吹了，你就乘虚而入了，是这意思吧？是。哦，是这意思。这个怎么就任性了？怎么就比女人还小心眼了？今天不是想说这个的吗？我听还要分手是吧？对，主持人，因为他这个人真的像一个怨妇似的，我真是受不了他天天的。你说说，我们听听怎么个怨法？都是前段时间嘛，我俩分手最严重的时候。前段时间开始闹分手了是吧？对，我俩闹分手，然后最严重的时候，都是我跟他分都分不了，都连我哥都帮我说话。然后我哥也单独找过他，然后单独找他那次呢，2个人可能都是呛起来了，因为我哥的话性子比较急，然后他的话肯定也说了不好听的话，然后俩人都呛起来了，我哥怂了他2下，完了这一怂。可不中了，回来之后就是推是吗？对，都是可能这样推了他2下，然后回来之后跟我说来了，说那个，哎呀，你哥打了我一顿呐，那个我这儿难受那儿难受，跟我说这个主持人，完了他还跟我说，那你得赶紧那个带我上医院呐，我这不行了呀，我忒难受啊。我说你要去你自己去，他说那我自己去也行，那你让你哥给我钱，我就自己去。就说主持人他哪有一个男人这样说话的呀？我真是不是，当然你哥动了人家了，人家难受是应该你哥出医疗费啊。去医院了吗？没去。不是难受吗？干嘛不去啊？其实当时也就是为了吓唬他嘛。哦，你觉得是吓唬，女生觉得是无赖，是这意思吧？这是已经准备分手，闹得这么大了哈。对。可以啊你，这样的光辉事迹还有很多吧？应该。对，而且我们2个也已经都是当面分过手了。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2周年的时候嘛，然后他送了我礼物，我没有送他礼物，都这么一丁丁点的小事儿，他都计较上了，都说了你不爱我了，你那个连2周年礼物都不送给我，我觉得没有啥，这并不代表都是我不爱你了呀。然后呢就都是他当天完了还发朋友圈了，说我俩分手了。你发的？是发了。分手了？没有。那你干嘛发呀？我就是也是威胁他一下嘛，因为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他不爱我。主任，你说2周年，他连礼物都不给我买，哪怕送一双袜子是吧？他1周年的时候还送我礼物呢。不是，如果你认为他不爱你，分手不就是一个很正常的逻辑了吗？不能和他分手。呵，这就赖上了是吧？那这发了说分手了，这不算郑重分手了？怎么又回来了？怎么找台阶呢？他？
都是他发朋友圈说分手了嘛，我都当没看见，我都懒得搭理他，因为他总这样耍小性子。完了过了一段时间，自己喝酒去了，因为他这个人本来都不能喝酒，完了自己喝闷酒去了，喝多了给我打电话。打了10多分钟，都是说啊，你这个女的，那个你也不好好跟我在一块儿了，你不爱我了，天天的你也不好好的。然后当时归根结底他自己说的，他说我都是要跟你分手。我说那好啊，分都分啊。我说你本事还大了，我还没跟你说分手呢，你在这跟我说分手是吧？我说分都分啊，分了。第2天的时候，我都跟他说，我说分手可以，但是要见面分，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啥事当面说清楚了，别那个在电话这说。你看你这臭招子，行，就见面了啊。然后都是我们2个要那个见面说嘛，然后见了面之后，他可好开始跟我提条件了，说了那个咱俩分手可以，但是你得把那个我送给你的东西，哪年的项链，哪年的香水口红，你都得还给我啊，都给他。对呀，我也说了，我说都给你，我说都给你，我啥我也不要了，中吧？我说咱俩都彻底分手，这还不算完呢，主持人还跟我说啥呀？说。啊，那不行！我跟你这2年多，我都没有任何女性朋友了，我的大森林都没有了。你得带我回归我的大森林，我才能跟你分手，要不然我都不跟你分。你说这是一个男人说出来的话，你这不耍无赖吗？要分都赶紧分。主任，你听听他傻不傻呀？那当时我不就是说的气话吗？我根本就没想跟你分手。哎呀，你是要分手还是不分手啊？我不分手。不分手就别老说分手啊。我就是吓唬他一下嘛，因为凭什么吓唬人家呀？因为他不爱我，他现在心里一点他不爱你，为什么还不能跟你分手呢？这个小伙子，因为我太爱他了，我离不开他了，现在已经。哦，听明白了，你爱不爱我没关系，反正就得赖上了，是吧？我的妈呀，他在生活里就是这样吗？对，他平时也是都是特别爱撒娇的一个人哦，他都是大庭广众之下啊，都是哎呀媳妇儿亲亲，媳妇儿抱抱。你说不是今天还好，他没表现出来啊，他也不敢表现呢。这个生活里听说他有很多这个喜欢用叠词和其他的一些特别撒娇的习惯，还说你截了屏是吧？对对，我还截了屏，然后您可以看一下啊。你看，我不想吃饭饭，吃饭饭，睡觉觉。你说你都说吃饭了吗？睡觉了吗？都中了吧，还吃饭饭，不会好好说话。他的网名叫不吵架就不舒服司机是吧？对，这是我给他说的，因为我都觉得他这个人都是不吵架不舒服自己。然后还有什么救救救，都是自己开心了，待着没事在那儿救救救救救救，这是他开心了。这还不算呢，主持人，我跟你说，那还有语音呢，语音只是放不出来。那语音，然后跟我说那个不开心了，自己都在那儿嘤，我难受，嘤，我不开心了。你是个大老爷们儿吧？不是，我觉得他说不出来这话，你怎么说呀？不，主任是这样的，因为呀，我和他搞对象吧，他比较冷淡。你说我再不热情一点没错啊。你忒热情了吧？姑娘为什么要跟他分手啊？咱们就问回来了。其实第一趴听懂了吧？女生要跟男生分手，男生赖着不跟女生分手，那么就要问女生为什么要跟男生分手了？什么原因啊？因为主持人都是我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因为一点小事都是说分手。你像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吵架最多的都是我上酒吧这个事儿。我觉得都是比较放松嘛，晚上跟朋友一起聊聊天啊啥的也挺好的。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带着他去，他也没有那么反对，不让我去咋着的，都是跟着我去。然后但是他这个人呢有一个毛病，喝完酒了都爱哭。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在酒吧，你说你喝完了都哭，你说你让我丢不丢人？你少喝点啊，这不咱就说的酒闹子或酒腻子吗？不是主任，其实我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平时我不抽烟也不喝酒的。不是你这跟性情中人有什么关系？别侮辱这几个词儿啊！你要哭你少喝点嘛，就哭怎么了呢？哭完之后他都闹啊，后来我闹啥呢？都是你不爱我了，你说当着那么多人都开始给我整这个。就酒吧里是吧？对，都在酒吧里。这是为啥呢？当时是咋回事呢？本来我就不喜欢去酒吧，那就别去，他还非要我去，去就去，去了吧。然后他那些狐朋狗友们就一个劲儿就劝酒，我也生气呀，我就喝，然后都喝多了嘛，就这样了。喝多了就哭是吧？就闹是吧？这还不是呢，都是后来的时候，然后他。那个不跟我上酒吧了，我也不带他去了。那你说他总这样的话，我也没法带他去啊。你既然你喜欢这个男朋友，对吧？你挑的对吧？你喜欢人家对吧？人家不喜欢去酒吧，你又谈了恋爱了，那你就少去点酒吧呗，或者不去酒吧不就完了吗？你干嘛非要较着劲的非去酒吧呢？这酒吧里有什么呀？都
就是因为我白天的话，我有自己的服装工作室嘛，然后对，然后我每天白天很累，然后晚上的话，我就喜欢去放松一下。你说要是我每天都是我自己回到家里了，就是我自己，然后我就会老想一些事情，我就很不开心。我就想那你为什么不接见一下你男朋友呢？这不就谈恋爱吗？所以人家说你冷啊。我也跟他说，他理解不了啊，根本都他没有办法理解我。哦，所以其实去酒吧是你放松生活的一个很好的去处，是吧？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那里有你的朋友，那里有了解你的人，那里有你爱喝的酒，对，那里有你不想见的男朋友，是吧？对，听明白了。不喜欢他还有别的理由吗？还有都是不懂你啊，对，你接着说。还有都是现在，因为现在我开这个服装工作室嘛，然后的话我会接触一些男客户，这个很正常嘛，卖服装嘛，男女的服装都有，我也不是说我净卖这些男服装啊，然后都是有一个客户追求我，给我送礼物啊，然后送饭呐啥的这些，但是我从来没有收过，我一次没有要过，没收过，没有，从来没有，我也拒绝过，我说我说你不要再追我了，我说我有男朋友，我以后要跟他结婚在一起的，但是你说人家然后还要追我，那我也没有办法呀。他知道了，不行了，不干了，非得说那你服装店别干了吧，你这样的可不行啊。那是我一手创建起来的，我父母给我的钱，我辛辛苦苦干的。然后你说让我不干都不干了，我指着你挣那2000多块钱养家是咋的呀？天天啥事都指着我。哦呦，委屈了。对你这应该出面保护他呀，为什么就追我女朋友啊？不能说倒回头来欺负自己的女人，让人家开店，应该是你帮他想办法，去共同去面对这个问题呀。没有，主任，其实这样的，就是我宁可就是在家里边待着，让他也不想让他被别人追走。不是你，那应该你变强，你保护他呀，让别人不敢来追呀，不是你的问题吗？我认为这我自己没啥问题。这个窝囊废。那行，你这个哭我理解了，你接着往下说，姑娘啊。而且都是服装店这件事儿的话，他后来还干了一件更让我生气的事儿。他干嘛了呢？你说你作为一个我男朋友对吧？你帮不上我也都算了，你还跟我帮倒忙。他干嘛？他干啥去了？因为我现在服装店跟网店都有嘛。他说我网店上写差评去了。我到最后不也给你删了吗？那你为啥删呢？你自己不清楚吗？最后是主持人，我要跟他分手了，松了，跟我说啊，那我删了还不行吗？我给你道歉，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那还有啥用啊？你写都写了呀。可以啊，小子。哎呀，这人做的有点问题了。这个前面你说不懂事儿，后面这有点缺德了。你是人家客户吗？不是。那你凭什么给人写差评啊？他气着我呀，他气着我就也气他呗。行，这个手要是搁我也得分呐。而且主持人，我跟你说，都是在这段感情中，也不是说都是他感觉都是一直他在付出似的啊。我也为他付出过，我也放弃过呀。哦，你放弃什么了？都是那时候我们都在那个北京大专最后一个学期要实习嘛，都在北京。然后我实习结束的时候，然后公司想留住我，因为觉得我挺踏实的，也挺能干的，都不想让我走了。然后我都寻着，那我留在北京也挺好的，因为我父母也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根本也不同意，然后我都寻着，那回唐山之后，他们还搅和我俩，我特别怕他们搅和，把我俩搅和慌了。因为我也想跟他在一起，我就想留在北京，我想留在北京好好跟他生活，好好谈恋爱，不挺好的吗？他非要回去往枪口上撞，非要回去找我爸妈去，然后我说中，那你去，你回去中吧，你自己走，人家还真都自己走了，卷着不快卷，人家自己都回唐山了，真找我爸妈去了。跟我爸妈说啊，我在北京有一帮狐朋狗友的朋友啊，天天也不学好，都点着上酒吧，你说跟我父母说这个，我一直都在帮着他说话，因为我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还说他挺好的，挺细心的对我啥的，我说也挺上进的，但是其实我都是骗我父母的，我也在骗我自己。然后结果他还办这样事儿，他上家找我爸妈去，跟我爸妈说这个，然后我爸妈这件事儿也觉得那个我一个女孩子留在北京也不行嘛，然后没办法，最后我还是回唐山来了。这是你干的？是。为啥干这事儿呢？因为我这也是为了他好，主持人呢。你这不是造谣吗？就是为了他好，我说不了他，我就找明白事理的就劝劝他呗。你为什么要说得了他呢？你是你，他是他，你爱他什么呀你？等于现在像一个年糕糖一样的粘住你了，是这意思吧？对。你今天来就是让我们给你把这个刮走，对吧？对。我就不和他分，我这辈子就赖着你了，是这意思吧？我们来看看老师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割断这段孽缘。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太爱你自己了，你怎么是爱他呢？你爱他，他不爱你，你就应该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去寻找他的幸福，那成全他才叫爱他。你现在是爱你自己，因为你爱他，你不愿意放他，你是不是更爱你自己呢？我觉得很可怕，你知道吗？我们有女儿的家庭，看到你这样的小伙子，我非常害怕。恋爱本身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儿，分手固然痛苦，但是它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至于到你说的这么极端的状态吧。所以我其实很心疼这个女孩。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能被这种爱的冲动蒙蔽住了，一定要考量对方和自己是不是合适的人。我觉得人品可能比爱的本质更重要。本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我想象的就是说，爱该怎么去爱。现在我甚至要想，爱要怎么分手才安全，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现在后背都是汗，我特别紧张。我这个岁数了，我倒不怕对方一直纠缠我，纠缠吧，反正我岁数也大了。但是你这么想的？对，我这岁数也没人纠缠。但我是想到我的女儿，我就很紧张，我一身的汗。我在想，我在劝慰别人的同时，我到时候怎么劝慰我自己，劝慰我的孩子？还有老爸呢，对吧？不怕。其实我是个女性，我是没办法动手。我在想，如果是一个姑娘的爸爸在这，他真的听到你这番话，他说不定真得动手了，要保护自己的女儿。不是，你现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哥哥去可能推了。是的，是的，我哥嘛，对我特别理解。我现在觉得我是没法动手了，交给曲伟来动手吧。听曲总的，他养俩儿子呢，你别养成这样啊，好好养。放心吧，绝不能这样啊！对，女孩是被他那所谓的虚张声势给吓住了。为什么女孩带你来到这个舞台呀？因为她觉得拿你没办法了。但是咱们像男人一样，咱们直面这个问题。周老师说的没错，你最爱的是自己，你是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物品，私有的物品，别人不得拿走。但是遇到别人想拿走的时候，你也没办法，你害怕。他哥哥推你了，你怎么着了？你回来了，回来跟他闹。哎呀，你要赔我医药费呀！哎呀，你要去我医院啊，带我去医院。但是你跟他哥哥说去呀，那是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有一个客户追他，啊，你没有站出来面对客户，让自己女人在背后，你是背对着外人，然后面对着他说关店。所以这样的男人，你怕他什么呢？恰恰他就是抓住你，觉得哎呀，我拿他没有办法，他能给我写差评啊，他还可以去我妈那儿去告状去造谣，所以我害怕。女孩这种心里就会被别有用心的男人抓住，就抓住你的弱点。哎，你不怕吗？我就这么做，你也怕我就这么做。哎，美其名曰我爱你。所以说你要透过表象看本质，他不敢。实际有人面对面的针对他的时候，他就会退缩。所以男生啊，你这种虚张声势、外强中干这样的骗得了小姑娘一时，你不可能骗人家一辈子。你这种伎俩，你这种技巧，只能忽悠一段时间，明白吗？真让你拿出真格的来，你不敢。如果说真正去爱一个人都不能去勇敢的去爱，用正常方式去爱，用自己的能力去爱人家，我觉得蛮可悲的。所以反过来，你先爱自己吧。正是因为你内心极度的不自信，极度的自卑，你觉得甚至于你可能配不上这个女孩，因为她是很有能力的，在北京工作好好的就被你毁了，然后呢到了唐山是吧？然后自己做的店好好的，你要毁吗？你是要毁这个女人吗？你再反过来问，以毁掉一个女人的方式去占有她，那是爱吗？不是爱。也许你自己分不清楚什么是爱。我觉得你通过这件事情，你要去认识，变一种爱的方式。如果你真是想让这个女人永远的留在你身边，并且能够对你付出感情的话，用那技巧
见不得人的手段是不能把人强留在自己身边的，明白吗？懂吗？我觉得我要插一句，不能爱一个和自己完全不匹配的人，因为那个人他要把你拉到跟他一样那个水平上，然后他觉得他才安全，这个非常可怕。他就是这种想法。少了一个字儿，拉到一样低的水平上。对。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其实他完全可以抽身而走。你一旦了解他的真实的面目之后，你可以的，他什么也不敢对你做的，你放心。但现在关键是，男孩，我要对你说的是如何自救，明白吗？这个女孩看起来应该是你留不住她了，但不重要。对你最重要的是说，通过和这个女孩相处，你要自己成长，自己独立，找到一种方式，能够爱自己，并且能够因为有一个爱自己，能够让别人去真正主动的去爱你，懂吗？找到那样的一个女孩，前提是先让自己变得强大，变得阳光起来。你明白吗？希望你真的明白。如果你明白的话，我希望在一会儿1分钟里面，你要向这个女孩道歉，或者说在那扇门关上之后，希望你不要出来。你不出来，证明你领会到了自己的错误，今后这是对你一辈子有好处的一件事，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珊娜老师。爱什么爱呀？我没觉得爱呀。你就是不甘心嘛。如果爱情是这样的话，那爱情太可怕了，谁愿意谈恋爱呀？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你姑娘，为什么分手必须要见面说清楚？你见面跟他说什么了？就这样一个看似无赖的一个人，你要见面跟他说什么？我就是想见面跟他拉清楚这些事儿，然后彻底断开。有什么可要说清楚的？已经决定要分手了，你论一个对错有什么用？你赢了，在这段感情当中，没有。然后怎么样啊？不就是要分手吗？你就这一而再再而三，就给他一个错觉，你看他还是离不开我，所以他非要跟我见面，就是给我台阶呢。然后非要跟我论谁对谁错，谁在感情当中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真正要分手的人，不用说这么多，早就消失在对方的世界当中了。所以你也不要怨人家一直赖着你。还有，他为什么不甘心？你平时跟他在一起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大部分的时间在干嘛？在工作。在工作，然后呢？去酒吧。所以你在这段感情当中又对他有几分爱？你为了你说跟他想要在北京一起好好的待下去，有多少原因是为了跟他在一起？有多少原因是因为自己愿意留在北京？所以他为什么回去跟你爸妈说？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或者说是一个不成熟，或者我们说的狠一点，就是以自己的幸福和痛快为前提的这样的一个男孩，但你又如何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这样的行为，你要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多少% 的错是他，但一定有你的原因。想要分手很简单，能分得开，看你怎么做，好吗？谢谢。好，谢谢珊娜老师。来，涂老师。哎，小伙子，看着我，你为什么要做一个让人瞧不起的人？你还年轻嘛，你20几啊？22。对呀，今天节目还没有结束，60秒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回一个让人尊重的男人，你何必死扛呢？其实我知道啊，其实你心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一个字：小，心胸太狭隘，心眼儿也小。就有些人吧，努力了一辈子，他都躲不开心里的那个小。就你总是从那么一个小小的门缝里，一个世界去看别人，也看自己。事实上，敞开了想，你离开他会怎样？会死吗？还是会生活会另外一番模样？你需要跳出这个小来看看自己，来看看他，否则的话，这个小会把你害死。如果一段感情真的成功，你真的得到了对方的认可，这个女人会不愿意离开你，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看见你就像狼来了。
为什么要混得这么失败呢？你懂我的意思吧？懂。肮脏的人我见得多了，你只是怄一时之气，做了一些不对路的事情。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你可以回到自己正常的状态。如果我是你，我就说一句话：尊重他的选择。能做到吗？能做到尊重他的选择吗？能吗？能，你待会儿你就说出来，你自己决定。总而言之，我觉得一男人混到20多岁，没有必要最后混成自己也讨厌，别人也讨厌的样子。而事实上，你只是在怄这口气。对于女生来说，什么样的人就会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其他的女生不会招这样的男生啊？那是因为你内心其实对于他的纠缠，有一部分是不抗拒的。或者说，在你的不抗拒的过程当中，这个男生他的底线变得越来越下限。他最初一定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也有你的诱因在里。很多女生总是抱怨说，为什么我的恋爱这么一波三折？为什么我总是碰上这样纠缠我、威胁我、跟踪我的人？那你首先要问一下自己，你的性格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招这样的人，形成这样的性格，你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其实当你越是在舞台上表现的你满目委屈的时候，其实他看你更是怒目横生，装的好像自己的清白。所有的一段感情最后演变成什么样，对方演变成你内心多么恨的那个样子，你自己就有多少影响这个问题的因素是什么。我警告你一句，如果这个男生今天在60秒的时候，他可以说出我尊重你的选择，离开或者是留下。如果他真的说出来这句有尊严的话，请你就不要流连忘返，然后又一种悲悯之心又留下来，那你就自讨苦吃。你听见没有？明白。做决定有的时候很难，但如果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应该双方共同的去维护它。还有一点，你没有必要因为同情而留下来，也没有必要他因为做错了一些事情把他全盘否定，好吗？好，就这。好，谢谢涂老师。道理老师都讲完了，最后怎么处理我们自己看，是不是应该道歉你自己掂量啊。女生啊，恋爱不是游戏啊，你要再这么游戏下去的话，你会被自己的游戏吓到的。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亲爱的，能不能别生我气了？因为我真的挺爱你的，为你付出也挺多的。你说你最喜欢吃什么菜，穿什么牌的衣服，喜欢什么牌的化妆品，我都知道。你说你就算咱俩分手了，你换下一任，他能有我这么认真的对你吗？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你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你永远都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像老师们说的一样，可能这段感情中是我错了，是我一直放不开你。但是现在我真的太累了，这段感情中一直是我自己在强撑着，我真的太累了，我求求你放开我吧，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了，我真的好累好累。我希望你也能理解我，我希望你能懂我。不用懂，活出自己的尊严了。女生，你的话太多了，你说你都要走了，你话那么多干什么呀？分手这件事儿特别简单，坚定的说再见啊！好了，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吧。来，请官们啊，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情感还挺多的，有很多现实生活当中有更极端的一些例子。
面对极端的时候，你只能用一种方式，就是不害怕的迎上去。当你开始害怕的时候，它就会放大。这两个人会怎么选择？尤其是男生会不会在最后一刻考虑到自己未来的生活？那是他的一个抉择。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下载京云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京云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请开门。所以还是就是没有长大的一个孩子嘛，闹嘛。这大概就是一种新的所谓模式嘛，我闹我就能够得到嘛。其实你面对一个成熟的一个人，或者一种成熟的思维方式，或者一定的规矩之后，闹完全是没有用的。现在有一种社会的一个形态特别有意思，这个形态就叫谁会哭喊谁就得利，似乎认为这样一种方式就会让自己变成一个生活的强者。其实你恰恰低估了生活本身的力量。我们来了解下一句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以前没有谈过恋爱，他是我的初恋。虽然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但我只想谈场甜甜的恋爱，他根本做不到。我以前结过婚，我知道自己的条件稍微比他差一点，但就因为这一点，我就更加的珍惜他。我对他的好，他从来感觉不到。我以前觉得他是个暖男，他可以照顾到我的感受，不会逼我做我不想干的事儿。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看走眼了。我觉得我们两个挺合适的，她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宝藏女孩，我希望我们能迈过这道坎，一直的走下去。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宋，31岁，来自河北，保险销售；女嘉宾小燕，32岁，来自河北，婚礼策划。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这是您的初恋，对吧？我之前没谈过恋爱，第一次谈恋爱。好，您等于是离异之后的又一次恋爱，对，是这意思吧？对。那两位是怎么认识的呀？我们是在相亲网站上认识的。哦，相亲网站上认识。订了一个套餐，这个我都不知道。回来我们那个店长直接问我，你要准备结婚了？当时闹得我很尴尬。为啥这样？因为他是做婚礼策划的，他每天都在给别人造梦，都在给别人去造童话。我也想给他造一个梦，造一个童话，因此我就背着他去过他们店长去谈这件事情。哦，是你说过他不够浪漫吗？对，你像别的情侣都会说，一起去浪漫的餐厅吃个饭呐，看看电影什么的，但是他从来都不会，他会带我去逛菜市场买菜什么的。是你说他不够浪漫是吧？嗯，对。所以他的解释是我给你一个惊喜，是这样吗？但是他说的那些浪漫都是属于那种10几20岁小年轻的，不合实际不现实，而我想给他干嘛是平平淡淡的。认知不一样，但是你得尊重他呀。可是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没跟人商量就去说，你觉得礼貌吗？因为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并且我感觉交往1年了，差不多了。没谈过这个事儿就直接去了。对。所以女生觉得有压力了是吧？对啊。那后来这件事儿怎么解决的呢？我尊重他的意见，我把订婚押金给退了，我找他们店找。哦，又退了是吧？对啊，退了嘛就解决了。退了可倒好，
逼着我要在半年内结婚，1年内生孩子。哦，婚庆虽然退了，但是他提出了明确的条件了，是这意思吧？对对对，逼着我发誓。结婚。逼着我发誓要在半年内结婚，1年内生孩子。那你发誓了吗？没有啊。哦，没有，你干嘛这么？这跟浪漫没关系了。因为我感觉我做出让步改革，我尊重他，我做出退步改革。就是说，在交往半年，我已经给他再延期了，半年我感觉差不多了结婚。然后我说的生孩子是让他1年之内代孕，并不是让他就直接就生了。那他可不可以不嫁给你呢？这个我没想过。对，你这不是把人往跑里下吗？那他这采取了就是直接谈的方式，还是用了其他的手段呢？每天给我发一些文章，像什么黄金年龄生孩子呀，像什么那个大龄剩女怎么样的呀，就这类的文章。就是给你发那个汤文是吧？就跟孩子有关的，来对，给你一些暗示。除了这个还做什么呢？还做就是不让我喝奶茶。说不能生孩子，他会给你买保健品什么的吗？对，一买就买好几盒，说什么调理身体，为了生孩子。因为我感觉花那些钱不值，钱是花在刀刃上的，至少那些东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并且就是说我想结完婚怎么我就7老8十了吗？对我身体健康有好处。并且咱们都是已经步入30岁一个年龄了，我不喜欢就是说等你到35岁之后，假如再进厂房的话，待会拿一张病危通知书问我来。你这又开始咒我死了是吗？主任，你这我能跟他结婚吗？我只想让你有个最佳的状态去迎接接下来的事情。他还没准备做好第一件事儿，第2件事儿他也就不考虑了。应该就是这些理由就促使了你要跟他分手是吧？不是，还有主任。还有呢？对，他就是他这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怎么理解呢？他跟他前妻离婚就是因为嫌他跟他住的房子太小，而且房本上没有他的名字，觉得没有生活保障。第一次离婚是因为房子。对。没有在房本上写前妻的名字。对，那现在呢？现在呢，他跟他父母把房子换过来了。他父母原来的房子是比较大的，然后现在换过来了。但是呢，背后的他又在各个相亲网站上留下自己的个人信息，还加了不少的相亲群。等于他准备了大房子，说要跟你结婚。对。但是又开始相亲了，是这意思吗？因为主持人，如果他现在要是跟我结婚的话，我会把网上那些资料全部都给退下来，然后把那些群全部都给退了。但是他现在一直在这么耗着我，拖着我。我毕竟是一个30多岁的人了，所以你是为了结婚是吧？对，我得给自己留后路。我认为我这么做没有错，我认为就是你实际上面在跟他一边向他求着婚，一边还要找其他人说，万一这个不行了，我跟你结婚。当然，他一直是我的首选。我是你的首选，你还有备胎。所以女生更要离了，对吧？除了这件事，你这件事怎么发现的呢？是他告诉你的吗？没有，我是看他手机发现的。发现之后，他的解释就是我需要备胎，是这意思吧？大概就是这意思吧？是不是这意思吧？就如果他跟我结婚的话，我这些都没有，只不过他现在一直都不同意。就是你现在就是你交往就要结婚，对吧？对，是这意思吗？就是不结婚就别跟我交往，是这意思吗？对。那你在跟他交往的这1年多期间，还跟那些人有交往吗？还是说最近才有的？最近才有的。这就是算他隐瞒你的事儿，你发现了。还有别的隐瞒吗？还有就是前段时间嘛，他跟我说，他前妻跟他离婚不仅是因为房子的事儿，他还那个创业失败，然后欠了一大笔债务，现在还的差不多了，因为他白天做那个保险工作，晚上在淘宝上卖一些女性用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别卖这些东西了，我觉得这样不太好。但是他不听，他还继续卖。什么事儿都隐瞒，现在还有债务？我认为，因为我白天现在是在跑保险嘛，都是说我为了还我那笔债，晚上我在微商上卖一些女性用品什么的，我认为这很正常，这些东西。经商嘛，无所谓。对啊，我认为这些很正常，但是说他又对我现在有一种歧视。不是你，我听明白歧视嘛？它其实2个层面嘛，所以关心的第一个层面是你现在还有没有外债嘛？外债马上就该还清了。这个数目姑娘是知道的，是吧？可接受吗？不是说这个数目钱的问题，是这件事儿他隐瞒了我。我知道，现在他不是告诉你了吗？那我要跟他结婚以后还有什么事儿要隐瞒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是在想嘛，所以我问你那数目可接受吗？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第二个才是第一个叫隐瞒嘛，有备胎和这个在财务上面有隐瞒嘛，让女生觉得无限放大想我要跟你结婚了，不知道被你骗成什么样了，就我还有多少事儿不知道嘛，这是其一嘛。其二就是关于你所说的职业歧视的问题嘛。对不对？对，就是我感觉卖这些东西是很正常。你看在微商上，我又不是说去摆摊去明目张胆的去卖，只要是工商批的合法的不就行吗？都合法吧？那你介意这个干嘛呀？我就觉得一个大男的卖女性用品就是不太所以他其实是有几层的嘛。就第一层你是不想结婚的，对吧？就是还没到结婚的那一地步。所以，当他做出这种各种各样的逼婚举动的时候，是更让你反感的，是这意思吗？对对对。再加上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你又发现了他对你有所欺骗和隐瞒，你对他失去了一个判断，就重新开始判断这个人，所以你要求跟他分开，是这意思吗？对对对。态度也很明确了呀。但是我而且你又不是，那你不想，你又有那么多的备胎吗？那你没有，因为。就是说，我和他和社会上的好多女孩都做过对比。现在的女孩就是说，还跟别的女孩做对比。至少是说，她是我发现的一个宝藏女孩，我不想失去这么一个宝藏女孩。就是我还想就是说，那你要把那些都断了嘛，再去追她嘛，她才会考虑嘛。我是近段时间才开始那什么的，近段时间才开始有那些群的那些东西的。对啊，所以在他那里，他的理解就是。你还没跟我断，你又开始这样，他就认为你在这个情感当中是不忠的嘛。但是如果他这么一直跟我耗下去，没有但是嘛，因为你要娶的是他嘛，所以他的感受最重要嘛。如果他现在跟我结婚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都可以删掉的。那他也可以不跟你结婚啊。那就是因为他为什么一定要跟你结婚呢？所以矛盾的焦点并不在他接不接受你那样的方式嘛，矛盾的焦点在于他在跟你的相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问题，他想分手嘛。我不想失去他，那是你的解释嘛。就对于你这些解释，他有权利听也有权利不听嘛，是不是这意思，姑娘？就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第一次有了分手这个概念在你心里？我觉得我们其实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他190斤，然后呢现在220斤。然后呢，我跟他说，我说要不你减肥吧。然后呢，就是因为这肥胖已经影响到他的健康了，有三高，而且走两步道都喘。但是呢，他认为他一点问题没有，他就是不听。不是，这胖不是我一个人的原因，我每天都是在吃谁给我做的饭。这胖不是我一个人的原因，我不是自己说能胖上就是胖上来的。不是你在吃谁做的饭？你还好意思说主持人？就是我们买完菜回来，然后呢，他就给我找好菜谱。然后呢，说让我提前为结婚做准备，然后做一大堆的那个大鱼大肉，一大堆的菜。然后呢，他全部都吃了，我都没吃几口。因为主持人他不会做菜，所以我才会再给他找菜谱。不管他做的好吃与不好吃，在我这里没有剩这个字儿，在我这里没有剩。他做的什么我都给吃掉的。那人家怎么还那么瘦啊？我明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已经想跟他分手了，是吧？对，而且就是还有就是，比方说我们开玩笑说在一块儿，然后呢，他就哐坐我身上。你想一个200多斤的五花肉压在身上，什么感觉？有一次都把我压哭了，我就跟他说：“你别开这种玩笑了。”我说你这样就很不好。可是那个时候主持人他说过，他喜欢我这身大五花肉，他说摸上去软软的跟大白似的，所以我会去拿这身肉去。我现在不喜欢五花肉了，我喜欢精瘦肉。那这已经改变不了的事实了。现在我现在不可能一下子变成精瘦肉了。那我让你减肥，你为什么不减呢？这不是1天2天的事情。我早就跟你说了，你就是不听呀，你还依然自己在那儿，就是觉得自己很好。所以好像视线又被支开了。还是问女生，第一次想跟他分手是来自于他对身材的管理，是这意思吧？对对对。后来就逐渐发现或者叫认识了这个人，对，就更不想嫁了，对吧？对对对。他现在把你说的非常清楚了啊，有一些隐瞒，没有对他坦诚的交心，不善于身材的管理，在跟他求婚无果或者逼婚无果的情况下，你又留了一些背手，开始不规矩起来了。这是他对你的一个描述，没错吧？对对对。那你对这姑娘的描述是什么呢？她在我这里很完美，很好，她不物质，善良单纯。还有呢？我不想失去她，因为我感觉她是我都是说从开始到现在遇到的最好的女孩。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
我就是想急切的去珍惜他，去和他在一起。你听听老师们给你的意见吧，看应该怎么办吧。女生的分手是不是要坚持，还是说再给一次机会？男生在这段情感当中所犯下的一些错误究竟是什么？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多大？我32。32，他31，所以你是觉得这女生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生儿育女的时间了，是吧？对。你觉得除了他这个年龄之外，是不是跟你自己的心态有更大的关系呢？因为我和我前妻没有孩子，所以我父母那块也催着我。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固然考虑到他的年龄啊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更多的还是你这边的要求，对吗？差不多吧。可是真的，我身边有个朋友，真实的事情。他老婆36岁有怀的孩子，真的是产科带我拿着病危通知书过来的。对对对，我知道这种故事我们听的也很多。还有一种可能，人家压根儿就没打算要孩子呢，也许他就觉得两个人这样过一辈子很好。你觉得你能接受吗？如果你那么爱他的话，你可以接受你们就这样不要孩子，可以吗？我不敢下定义现在。如果他就是这么想的，你特别爱他，你觉得你能接受吗？我也给你举例子，我身边有很相爱的夫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要孩子，依然很好的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个例子是不是恰当，但是因为你刚刚举了一个例子，所以我也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是觉得每一对情侣或者夫妻都有他相处的模式。他们分开或者走下去都有各自的原因。那现在女生其实表达得很清醒，即便是我31岁了，即便是我到了要谈婚论嫁、生儿育女的年龄，我依然不想着急和你结婚。你应该明白她的意思吧？我明白。你觉得中间有什么问题吗？他要的那种浪漫，说实话，我给不了。因为我认为那些都是小孩子的浪漫，所以你坚定的要把你以为的好一定要给他，但是他又不接受，是吧？对。说实话，我觉得女生很清醒，她能够在这个时候，当你不断的向她明示、暗示，甚至逼迫，她都明确的拒绝你，说明她想得很清楚了，你不合适。她反复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如果你真的希望马上结婚有孩子，向父母有个交代，这也是你内心的想法的话，我建议你可以重新从你那些群里做明确筛选。实际上你已经开始准备了，这是我的建议。我觉得女生很清醒，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而且我相信她会做决断的。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这样，如果你希望的话，那就按照你希望的去做。你不能因为爱他，就把他拉到你的身边来生儿育女、结婚，这个我觉得不好，好吗？谢谢。好，谢谢周群老师。来，曲总，兄弟，咱们别太着急，好不好？结婚是不是得两个人的事情，对吗？生小孩也是两个人的事情，对吗？是，而且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对不对？对，它和买商品绝对一点关系没有。两个人事情就得两个人商量着办，就必须得得到另外一个人的认可。你不要让同样的错误不断的重复的去犯，就如同你之前的那段失败的婚姻也是一样的。这个家是两个人的，对不对？对。房本上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人的名字出现？房本上也没有我的名字。哦，我名下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父母的。哎，所以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因此可能这个要牵扯就太长，但是结果是说，因房本上写谁的名字这事儿，还有债务，就分手了。还有债务，对吧？对，对。其实我最想跟你说的是，你真的不要太着急，着急就让你逻辑就乱了。如果说那几个你在相亲网站上同时联系几个人，如果知道任何另外一个人的话，你这事儿也办不成。这就是想结婚，反而你采取的方式导致没有任何人会跟你恋爱。
不恋爱不可能结婚，对吧？结婚和要孩子，这不是我要在某时间点必须发生的事情，而是爱情感情到了一定的程度，水到渠成的这种事，欲速则不达。好，回到你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女孩已经明确多次的告诉你她不愿意。我觉得之所以她还没有离开你，是因为你是她的初恋，她还完全没有对比，但你有了。对，所以说这对比当中你会发现她是最单纯的，而那些人可能是相对来说复杂，你搞不定。有这么一个宝，你还要用那种复杂的经过对比之后的一些所谓的方法去对付他，他一定会走的，明白吗？即使他没有对比。所以我们在爱情方面只能是一心一意，但凡有三心二意的话，这事儿绝对不成，明白吗？明白。你岁数不大的，没那么着急，而且你要从上一段婚姻当中一定要吸取教训，就是两个人的事情，两个人商量着办，明白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沙娜老师，宋先生，你是需要找一个为你生孩子的女人，对吧？而这个女人不一定是他。只要现在有一个女人站在你面前说，我愿意嫁给你，我愿意为你生孩子，我相信只要她条件不是说不过去的话，你应该会立刻结婚。当你做一件事情目的性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的时候，你的动机就有了问题。你是为了结婚生孩子才跟我在一起，还是因为爱我？再加上你在这段恋情当中种种的行为都表明了你的目的性非常单刀直入，甚至我直接给你先调养身子。所以在这么纯粹的这个目的性之后，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会非常心甘情愿地嫁给你，因为没有一个女人会把自己当成生孩子的工具，明白吗？没有一个女人有义务必须要为你生孩子，她唯一能够为你生孩子理由就是因为爱。孟女士，我想跟你说的是，你第一次想要跟他产生分手这个念头是因为他变胖了，是吗？就是我跟他说他不听。好，因为这是你第一段恋情，所以我不便过多说什么，但是我想说这份爱也未免太肤浅了。因为身材的改变，然后就必须要让对方回到从前，然后产生了分手的念头。所以我觉得可能你没有那么坚定，或者说他的一部分原因导致了你根本不想跟他结婚，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源于你自己，因为你根本不喜欢这个男人，你喜欢他只是可能当时他的那个外貌让你觉得还不错，但是当他这个外貌稍微改变一丁点的时候，他没有任何一丁点的精神世界是吸引你的，那他就对你失去了所有的吸引力。甚至于你发现他欺骗你，他有负债的情况，你都没有说像发现他变胖了一样有这样强烈的想要分手的念头，所以足以见得你要的是什么，你爱的是什么。那既然这样，就不要再打着说你非要逼我结婚，所以我不想跟你结婚，然后所以我要跟你分手，就不要再打着这样的幌子来说分手，就干干脆脆的告诉他我没那么喜欢你，我虽然32岁了，但我一定要找一个我喜欢的人再嫁就好了，好吗？好，谢谢二位。好，谢谢沙娜老师。来，涂老师，这是你第一个男朋友吗？是。从来没谈过？没有。朦朦胧胧的也没有？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喜欢我的人我又不喜欢。所以说其实你是有过的，只是没有相恋。你是有中意的对象。对。有中意的那个样子。对。你前妻跟你分手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房产证上没有他的名字吗？他感觉没有安全感，并且我之前创业的时候失败了，负了一笔债。还有别的原因吗？还有就是我想急切的要一个小孩。
如果说前妻跟你分手的原因只有这2个现实原因的话，那说明你第一段婚姻也是被爱的，也没爱过，也没有被爱。如果你的前妻跟你离婚的原因不止这2个，那说明你在第一次婚姻当中不认真，离婚之后也没有去想想到底失败在哪。我所感觉到的是第2种，你以为第一段婚姻真的就只是因为房产证上没有他的名字，又因为创业失败，所以在第2次婚姻的时候你就换成了大房子，然后再隐瞒了你的负债。你以为这2个条件符合了，那么就可以达成结婚的条件，对吧？对。所以其实你还是以条件来衡量结婚的标准，而不是爱。如果与其说一个男人只会跟踪，只会用种种方式去纠缠女生是可怕的话，其实真正可怕的是这样的男生，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可怕。你不觉得你到了31岁的年纪，经历过一段婚姻，现在又是第2段感情，你依然没有体会过真正爱的滋味，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悲吗？你说你把房子换成了大房子，但房产证上没有任何人的名字，然后再隐瞒自己的债务，你不觉得有点卑鄙？没有爱的话，生什么孩子呢？用隐瞒的方式结什么婚呢？一个躺在你身边的人，心里想的不是你，想的是房产证上有没有他的名字，心里揣测的是这男人在外面有没有负债，有没有对自己的隐瞒。这种同床异梦是你要的婚姻生活吗？而且这样一个不爱你的人，你也不爱的人，怀着你的孩子，再把孩子生下来，你们俩之间再尔虞我诈，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有意思吗？一个人这一辈子不知道会有几次爱情，几次婚姻，但哪怕有1次是真心爱过的，这大概是人生的意义吧。你这边看着锅里的，那边相亲网站上还香着。你知道爱情本身是排他的吗？在某个时段内是唯一的吗？你居然同时并举，你把别人当成了商品，你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买手。如果你都不知道自己爱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爱自己，那你还不如他呢。他虽然对于你来说是初恋，但是他至少知道我想要的那个男人是什么样，你还不如他呢。人活一辈子，总要有一段真情实意的感情，不管结果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不枉在这个世上走一回。而你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而且你还可能酿成更大的悲剧。对于女生而言，其实你心里也着急，也想结婚，但是你宁缺毋滥。如果你真的觉得对这个男生没有太大的想法，就不要去对他提出要求。你对任何人提出要求，对方都会误认为我在他心目当中还是有一定的位置，找不到不合适的，我就宁愿洁身一人。好吧，你要走待会儿就潇洒点走啊，不要流连忘返，听见没有？就这样。好，谢谢托老师。好了，你们自己去想吧，应该怎么办？30郎当岁的人了，应该对生活有判断了。继续相处下去，可能最后就变成了各自心里面的一段因果了。因为要生娃，所以这个合适，来吧，给生吧。你的因为所以是你合适，做我孩他妈叫生娃嘛。他的因为所以叫做，哎呀，行了，挺听话的，所以我就嫁给他吧。他能听我一辈子的话，我也就这样了。可是现在他又不听话了，所以你们自己去判断这段情感的去向应该是怎样的。如果分开，不再继续，下次恋爱的时候请单纯一点，好吗？其实我的债务问题之所以隐瞒你，是因为我感觉你工作也挺累的疼的，毕竟那是我自己的债务，我想自己扛下来。我这是对你一种善意的谎言，我认为
或许你认为这是欺骗，但是我是想保护你，不想让你为我的事情而分心，希望你能理解。和你认识这么长时间，就是我想要的只是一段浪漫的恋爱，但是你给我的压力太大了，是一码一码事儿发生的，真的让我就我再想想吧。没了。我希望你能再给我次机会。我害怕失去这段感情，失去你，哪怕再伤再痛，我也不逃避。失去没道理，也不能怪自己，就把所有的痛都留给我。哎，你能不能注意听别人说话，不要老是就沉浸在自己那个小世界里。我希望有一段浪漫的爱情，听我的话，给我浪漫，我才要嘛。这就是他说听话的核心嘛。这个关系里面我要做主导嘛，你要配合我嘛。你什么都不听就在那儿，哎，行了，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这个世界上面大概爱情这种关系是最讲究互动性的，所以当你不再互动的时候，完全以自己一个人的想法去做一段情感主导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一对最终的一种状态就变成了这样。所以学会倾听大概是一个人一生非常重要的技能之一。接下来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还有话说吗？他或许会把我当成他的第一份初恋，但是说我把他当成的是我最后一段感情。或许我相信失去他之后，恐怕再也找不到像他这么好的女孩了。谢谢，请回。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他们对生活有所领悟吧。有网友提问说，我和女友都是从福建小城镇出来的，我们在大学时异地4年，他是个很努力的人，现在去国外读研了，而我在福建老家工作，我们之间总是隔着很远的距离。他特别自私，每天就是很刻板的学习，总是让我先把儿女私情放一放。我觉得他一辈子都是为了事业，可以忽略我的感受。我还该坚持。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排序不一样，有的人把事业排第一位，有的人把爱情排第一位。那显然女友是把她的学业事业排在你之前，那你要考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你永远排在她的学业和事业之后，你能否接受吗？祝你幸福。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